車友們，我終於加咗個馬錶落部單車度啦。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下呢一部 Cypress 出嘅 M1 單車馬錶，我哋一齊睇下。第一眼望落去個包裝，令我諗起蘋果嘅產品，都係白色盒襯黑色字，亦都有跟埋呢一個可以用橡筋上緊嘅手把座，一條 USB 插電線。個說明書呢係有英文、中文、德文同埋日文嘅。個馬錶熒光幕係2.9寸，係有呢個 LED backlit 嘅。前方有3個掣啊，係可以用 Garmin 嘅 mount 喺後面插電嘅。呢個馬錶嘅標籤係 IPX6，即係防水，落雨都冇問題。個手感唔錯噶，好硬淨下，都幾輕嘅。個 size 睇落去呢，就係大概2/3手機 size 度啦，重量呢就79 gram。OK， 我哋講下呢一個馬錶嘅功能。400蚊港紙嚟講呢，呢一部嘢呢真係唔錯噶。以佢嘅價錢嚟講呢，佢俾到你嗰啲功能呢，通常都係喺啲2倍價錢以上嘅馬錶先揾到嘅。咁第一樣嘢呢，佢就呢一部係有 GPS 嘅，即係就算你冇額外嘅速度顯示器，都可以計算到車速、爬坡嘅斜度啊、爬升嘅距離啊，都俾到你嘅。本身跟埋呢一個藍牙或者 N Plus 嘅功能嚟連接其他嘅配件，例如速度顯示啊、回轉度 sensor 啊、心跳速度同埋呢個 power meter 都得嘅。Cypress 咧本身都有出呢個速度同埋呢個回轉嘅感應器，就好得意嘅。佢係同一個 sensor 可以俾到2種功能你可以打開嗰個電池位嚟按呢一個掣嚟選擇你想用呢個速度顯示啊，定係呢個回轉度。個畫面方面呢，就非常之清楚嘅，係最頂部呢個位呢，就有呢個時間顯示啦，呢個錄影顯示啦， GPS 信號顯示、溫度同埋電池。下一行呢，就當然啦，係永遠都係行車速度同埋圈數，而左下角呢，就用嚟顯示其他 sensor 嘅，例如呢個心跳啦、回轉度同埋 power meter 嘅。我想話，如果你係冇安裝呢啲咁嘅 sensor 呢，呢一個位呢就會係完全空嘅。而右下角呢，就可以顯示其他嘅數據啦，睇下你喺邊一個模式裏邊，例如呢個行車時間啊、總距離啊、爬坡嘅斜度啊、高度啊。其他模式包括現在、平均或者最高。個標籤話呢個電池插滿電呢係可以用大概30至到35個鐘頭嘅。我就有呢一個 Cypress 出嘅膠做嘅 front mount， 頭先講過啦，佢係用 Garmin 同一款嘅鎖匙頭嘅，睇落去個底部呢就唔似可以裝呢個 GoPro 班嘅。OK， 講咗一大輪嘢啦，而家我哋攞出去做一個實質嘅測試啊！如果你中意踩單車，特別係公路車，就記得訂閱我哋呢一個頻道，仲有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嘅 upload。同大家分享下我嘅心得啦。咁未講之前呢，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對馬錶嘅經驗。有睇開我呢一個頻道嘅觀眾都知道，我係一個較為休閒式嘅車友，就對數據呢一方面呢就冇乜要求嘅。我踩單車都係為咗開心嘅啫。
我之前曾經都擁有一個碼錶嘅，不過係嗰啲最低級，好簡單，乜都冇，就係得呢個速度顯示嘅碼錶。所以我本人呢，對呢一方面呢嘅經驗呢就唔多嘅，但係我都有睇咗好多唔同嘅 review 啦，亦都聽過好多其他車友分享嘅心得。OK， 咁講下個好處啦。400蚊嚟講，俾到一個咁大 size 嘅 display，真係呢個價錢呢係揾唔到嘅。調校方面呢就極之容易嘅，我大概嘥咗5分鐘嚟連接個速度同埋個回轉 sensor， 之後大概用多5分鐘嚟安裝嘅。個說明書呢都好清楚，我好中意前面嗰3個掣咯，好大粒咯，個手感撳落去唔錯咯。個構造呢就一啲都唔 cheap 咯，係個感覺真係幾硬淨下嘅。我好中意佢係用呢個 Garmin 嘅 adapter， 即係話我可以選擇其他嘅 front mount， 唔一定要用佢呢個牌子，真係多咗好多選擇咯。錄出嚟嗰啲數據呢，同其他大牌子嘅碼錶呢都好接近嘅。同我一齊踩車嗰紮車友呢，都係大致上用 Garmin 或者 Wahoo 嘅，佢哋嗰啲數據同呢一個碼錶嘅數據分別真係唔大。呢個碼錶可以錄低你當日嘅行車數據啦，你可以輸入呢啲數據落部電話度，用翻佢哋呢一個官方嘅 app， 個步驟係非常之簡單嘅，入到去撳2個掣就可以連接部碼錶落呢個 app 度，你都可以將呢啲數據輸入你個 Strava 度嘅。OK， 唔好嘅方面呢，第一樣嘢就係個畫面呢係用呢一隻好似磨砂嘅玻璃嘅。我諗佢特登係咁樣設計，係避免太陽嗰啲反光啦。但係其實好少可有呢個問題嘅，反而我覺得呢，令到呢大部分時間呢，反而睇落去冇咁清楚咯。我覺得個對比冇咁好咯。講翻呢個 front mount， 千祈唔好用呢一個，因為佢全程呢係不停咁跳嚟跳去，好唔夠硬啊，同埋下邊加唔到呢個 GoPro adapter 咯。所以咧就建議去買個好啲嘅 mount 咯。另一樣嘢咧就係呢個畫面係有一個 LED backlit 嘅，佢咧就會定時間嚟着燈嘅，逢6點夜晚至到朝頭早嘅9點，你係唔可以熄咗佢嘅盞燈，就變得好嘥電咯。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時間咧就係只可以選擇呢個時間區域嘅，個差距就係1個鐘頭啦。咁即係如果你喺2個唔同嘅區域之間呢，就分分鐘會有半個鐘頭嘅分別咯。個畫面嗰啲數據位置呢，就鎖死晒嘅，唔可以俾你自己調校每一頁睇啲乜嘢數據咯，令到你要去唔同嘅模式嚟睇唔同嘅數據咯。同埋頭先講過啦，如果你冇嗰啲 sensor 呢，你左下角畫面呢，真係完全空嘅，係嘥咗嘅。係我用咗呢個碼錶大約3個鐘頭到啦。個電池咧就跌咗大約1/3格到啦，咁個標籤咧話係可以用30個鐘頭至到35個鐘頭嘅，係咪真嘅咧？咁唔知啦，我要做多少少測試先知道。最後嘅結論咧就係碼錶咧就可以分為3個級數嘅，低級咧就通常只會有呢個速度顯示同埋其他冇乜用嘅數據。就好少可話會有埋 GPS 嘅，咁而中級呢個畫面呢就會大少少啦，通常都有 GPS、藍牙同埋呢個 M+ 嘅，個數據顯示排位方式呢都可以俾你調校嘅，而高級呢就通常有晒所有嘢啦，包括埋呢一個導航系統啦，有顏色嘅畫面啦，有聲音同埋燈嘅顯示啦，同埋其他 smart 功能嘅。咁呢一個 Cypress M1 嘅碼錶呢，可以話係喺呢個低級同埋中級嘅中間位度，以400蚊港紙嚟講呢，你真係俾緊呢個低級嘅價錢，但係攞到好多中級嘅功能咯。同埋佢呢間公司出嗰啲 sensor 呢係超平嘅，如果你係買呢一部碼錶嘅，再加2個 sensor 嘅，個價錢呢分分鐘會平過就咁買一部中級嘅碼錶唔跟 sensor 嘅。如果你對翻佢個標籤可以做到啲咩功能嘅，佢係真係做得到所有佢話可以做到嘅功能，同埋做得幾好嘅都，所有嘢都跟呢個1年嘅廠方保養，
如果你對呢一部馬錶有興趣呢，就可以撳入下邊呢一條 link， 同埋用我哋呢一個 promo code 嚟幫你慳10%嘅。Cyprus 今個月呢就有一個抽獎遊戲嘅，就會送出一個 M1 嘅馬錶同埋一個電氣泵。玩法好簡單，你只係要去佢哋個 IG 嗰度 follow 佢哋，同埋 tag 你一個朋友，跟住月尾呢，佢哋就會抽出一個幸運兒，就會用 IG 嚟聯絡個得獎者。希望呢條短片會幫到大家啦，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今集就講到咁多啦，多謝收睇，下次見。